姐妹俩正在海边抓龙虾，却看见海面飘来一个东西。二人见状，连忙将其拉到岸边，没想到竟然是块死人骨头。两人顿时被吓得失魂落魄。冷静下来后，姐姐阿美觉得白骨很是可怜，死后也没人帮忙安葬，于是好心的她便将白骨入土为安，还立了块无名碑，希望白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。殊不知，正是她的这一善举，即将改变她今后的命运。当她安葬好白骨后，坟墓的旁边突然出现一个水鬼，原来他正是这白骨的主人。水鬼非常感激女孩的恩情，于是他双手合十，希望老天爷能保佑他好人有好报，并祝愿正在观看视频点亮小爱心，留言顺风顺水的家人们都能发大财。阿美帮水鬼安葬后，他便能自由活动了。这天他误打误撞来到一户人家，没想到却看见了张熟悉的面孔。原来这户人家的主人老王正是水鬼的仇人。然而此时的老王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愤怒的水鬼打算要来索命。恰好这天一个道士刚好路过，发现王家的宅子怨气冲天，肯定是有鬼魂作乱。老王得知后便请道士帮忙做法，然而水鬼却趁道士不注意，直接冲了出来要索老王的命。好在道士及时出手，将水鬼收进了八卦镜中，并将其带到了妈祖娘娘的面前。水鬼表示自己有冤屈，他之所以会找老王寻仇，是因为20年前他们两人都是码头上的搬运工。一次老王表示自己要外出做生意，想要问水鬼借些钱，赚到钱后再与他共享富贵。就这样，水鬼将身上仅有的3分钱借给了他。怎料这老王却一去不复返。水鬼为了去找老王讨债，在海上不幸遇难，自此就变成了孤魂野鬼。妈祖听后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，可是水鬼就算前去报仇，也无法享受老王当今的富贵。于是妈祖就给他提了个建议，不如让他投胎到王家当老王的孙子，如此一来便能享受王家的富贵。水鬼听后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道士将妈祖的话带到了王家。老王听后也爽快地答应了，因为他一直都想抱个孙子，可无奈大儿子成亲多年，却没个一儿半女。殊不知大儿子根本没有生育的能力，而小儿子阿德却还未成亲。水鬼也是一眼就相中了阿德，想让阿德做自己的父亲，于是他就想到了个主意，他将阿德带到恩人阿美的身边，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在一起。而阿德也是第一眼就爱上了阿美，可是阿美却瞧不上他，阿德只好经常来找他献殷勤。这天阿德来到阿美家里，不料却看见当地恶霸正在欺负阿美。见此情景，他连忙上前制止，不料却被恶霸推倒在地，脑袋当场被撞开了花。恶霸见状吓得拔腿就跑，不过好在有水鬼的相助，让阿德醒了过来。阿美也被他英雄救美的举动感化，两人终于修成正果，最终生下了个可爱的孩子。